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最近有一个中国大陆的网红，他在网上讲述他带他妈妈到台湾看病的经历。他等于在节目里边大夸特夸他在台湾感受到的友爱。虽然有大量的台湾的网友对他的这个讲述非常的感动，而且对他也是很感激，并且给他大量的资助。但是同时呢，也有一些人，我看到网上有人在这个留言里边就讲到说他在侵占台湾的医疗资源，他们有一种担忧。这种担忧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台湾毕竟资源有限，毕竟太小了，而且中国大陆几千枚飞弹对准台湾，随时要用暴力手段入侵吞并，所以台湾人这根弦紧绷着，所以有时候可能会比较担忧。我觉得我们应该充分的理解。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公子视频。刚才这段影片呢，是我3个月之前做的，讲的那个事件最近有了新的进展，跟大家做一个更新。因为前几天我一直都没有上传任何节目，其实这个事情在前几天就已经开始发酵，开始这个火爆了，很多的自媒体人都讲到这个事儿了我们讲的算是比较晚了，但是呢，因为3个月前毕竟我讲过这个事儿，所以说还是应该做一个后续的补充，来聊一聊我的看法。那在上期节目当中，我跟大家重播的这段视频当中，我引述了很多台湾网友的言论，就是对这个叫做 Jake 的这个中国人带母亲来台湾看病这个事儿表示警惕、谨慎，而且呢带有一点敌意。我引述这么大段，为什么？因为我冥冥之中感觉到这些台湾观众说的不是没有道理的。果然3个月之后，这个叫做 Jake 的中国人翻车了，因为很多人给他资助，让他母亲在台湾看病，结果他现在是带着父亲到日本去度假旅行。虽然他母亲之前在台湾看病，然后已经去世了，但是他现在带父亲去日本旅行的费用是哪来的？他没有解释清楚。这个费用是不是台湾的网友出自自己的爱心给他母亲看病的善款，他拿来跟父亲去日本度假？那么当然他现在自己否认有2个否认的地方，一个是别人说他拿了500万台币的这个善款，他说没这么多如果有这么多，那他就天打雷劈。也许真的可能没有500万，但是50万应该是有了吧。其实具体的数额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钱你怎么来用了，怎么来花了，你是不是挪用了这笔善款。然后呢，他自己的解释说他去日本的旅行度假的钱都是他自费的。当然我其实知道他内心怎么想的，他内心就想着说这个钱你已经捐给我了，我怎么花是我的事儿。但是你这样的想法实际上是非常不负责任，而且会伤了这些给你捐款的这些台湾观众的心。就是你获得了几十万新台币的这个捐款善款，它是带有一份责任在的。虽然大家没有明说 OK， 可是我给你捐款是肯定希望这笔钱是用在你救助母亲的这个医疗或者各方面的开销的，而不是说你去日本旅行的开销。很多台湾人自己都可能没有钱去日本旅行，都节衣缩食，对吧？还要攒下钱来才能去到日本旅行。他给你钱不是让你去日本旅行的 OK， 是救助他母亲的。所以说这些钱他没有讲清楚的到底是收了多少钱，到底怎么用的。现在大家看到的情况是你跑到日本旅游了，那当然可以合理怀疑你骗了我们，你骗了我们的心，也骗了我们的钱。所以说这个人现在在台湾已经臭名昭著了，被骂得很惨。我觉得是他活该，是他的做法不地道，他没有讲清楚这些钱到底怎么花的，而且他到今天为止的理直气壮。他的这种表现在做这个自媒体当中，我看了1-2段，我就觉得给人感觉是你们捐款给我你们好心 OK， 我感谢你们，但是我怎么花是我的事儿，但是你们不能过问，也不能质疑，否则的话你们就不安好心。甚至谈论这个事件的自媒体人都变成了他眼中的蹭流量。如果他真的是这么理直气壮的话，为什么要删掉之前那么多的节目呢？他把自己的影片很多都删掉了，说明他心里没底，他心里有愧。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做的是非常不地道的。当然我不会把他当作诈骗犯来看待，为什么？因为他当初带母亲去台湾是事实，这不是假的，不是编出来的。他确实带母亲来台湾看病了，确实带母亲在台湾往生了 OK， 这个事情不是假的，是真的。也就是说他一开始来台湾不是为了骗钱来的，
但是他后续的很多做法却让很多台湾观众感觉上当受骗。它既是一种文化差异，但同时更重要的是让台湾人认清楚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也就是这个人他现在不是他自己了，他代表的是中国人这个群体。他们到台湾来，欺骗了台湾人的感情和金钱，然后仍然理直气壮，不觉得自己错了。这不是非常典型的中国人吗？在中国社会就没有讲这些是非观念。中国社会是什么？是弱肉强食的，是不管你坑蒙拐骗各种各样的方式，只要你赚到钱，只要你拥有权利，拥有了金钱，你就是好样的。这是一个扭曲的价值观，在中国社会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台湾社会不一样，台湾社会是讲究诚信的，是讲究人情世故的，是讲究你做事情是要靠谱的，对吧？你是应该体谅别人的苦心，你应该是关照别人的情感的。当然这一点做得更充分的就是日本人，对吧？但是中国大陆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大陆从这个党国体制来讲，它就是一个权力至上的体制，所以很多的公序良俗，很多的所谓道德观念在中国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只存在于表面上、书本上，或者是政府的宣传口号当中。但实际上在社会当中，你只要心够狠啊，对吧？你只要学会厚黑学，你就可以出人头地。等你出人头地了，你就可以为所欲为。这是今天中国的丛林社会。所以说从这个丛林社会出来的人，哪怕到了台湾，哪怕到了美国，到了日本，可能身上还带有这种习性，以至于在这些文明社会不被接纳。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言论让大家看到之后感到非常的愤怒，或者痛心，或者是极度的鄙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中国人他欺骗了台湾人的感情，或者台湾人感觉到自己被欺骗了，它反映出的是完全两个社会在文明程度上的差异。我们看到这一层就明白了，当你看到其他的中国人，不光是他，不光是这个 Jake， 如果是其他的中国人到了台湾，对吧，有同样的表现，你是不是要留个心眼儿？你在准备有这个捐款的冲动的时候，是不是要先扇自己2个巴掌，先让自己冷静下来？你要在这个中国人后边打一个问号，他是不是骗子？他是不是不怀好意？他是不是统战？他是不是渗透？对吧？你可能就要有很多的想法了，然后你这个钱可能就不捐出去了。但是这个钱虽然你不捐出去了，不代表你没有善心，你只不过是对中国人寒心了。就冲这一点，我都忍不住要骂 Jake。他是一个新闻人物，同时又收到了这么多台湾人的善款，他身上应该有一份责任，给大家展示出不同的中国人的面貌。但是很可惜，在我眼里，他跟普通的中国人，或者是从中国这个酱缸当中出来的中国人，没有什么两样。这再一次加深了不光是台湾人，整个国际社会对中国人的反感和敌视。台湾人骂 Jake 是一个原因，我骂 Jake 是就附加了一个原因，我就更觉得他该骂。那么至于那么多一开始同情 Jake 的人我觉得对于这些台湾人来讲，我非常感动这些台湾人对一个素不相识人的支持、鼓励和资助。台湾人的善心、爱心，这股良善的力量确实让我们很感动，我觉得这一点也不能够否认。但是现在很多人捐了钱的人，如果感觉自己被欺骗了，可能就要反思一下了。没错，善心、爱心，这都是非常好的，这也是体现了台湾人之所以跟中国人的区别所在，这也是台湾人的一个最大的特点，一个好的特点，所以说要保持住。只不过呢，是不是要好好反思一下，为什么一个博主，中国博主到了台湾，在节目当中猛夸台湾的医护人员、台湾人的善良，然后大家就受到感动了，就可以不顾一切的去资助他或者是支持他，是不是欠考虑？其实在我看来，这反映出的是台湾的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过去有人曾经说台湾是国际孤儿，对吧？因为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中共政权排挤，所以他被孤立。那么孤儿什么特点？就是缺爱，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台湾人看到了有人夸台湾，就迫不及待的去拥抱他。但是你要想想，夸台湾的人并不一定是真心的，或者说他也不一定是完全单纯的，他可能有其他的目的。那这个时候你去做一个反思，就应该知道台湾人现在需要的什么。你要有信心，要有自信心，就是你要坚信你不是国际的孤儿，你是得道多助的，是很多的国家、很多的人民都在支持台湾的。
你不是国际孤儿，你不缺爱。当你有充分的自信，再加上勇气，你在看到别人夸你的时候，你可能就不会失去理智了。就像我做自媒体一样，有人骂我，骂得非常狠，也有人夸我，把我夸成一朵花。我觉得我看到这些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平静，而且随着过去这2-3年我在做这个节目积累的经验之后，当我在看到这些赞赏和批评的时候，就保持一种平常心了。因为我有自信，我知道自己的优势，也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我对自己有个充分的认知，理性的认知之后，就基本上能够做到某种程度的宠辱不惊了。所以说我觉得台湾人也同样的，我们应该有自信，应该有勇气，面对任何的赞誉和诋毁的时候，我们都应该保持冷静的态度。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做到，你既不会被欺骗、被玩弄，同时呢，你又在别人有需要的时候表达自己的善心和爱心，这样反而更有效率、更准确的把台湾的优势展现出来。好，这期节目跟大家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